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突如其来的火焰庇护，让所有惊慌逃命的人都止住了脚步，望着那道在绚丽火焰中的熟悉身影，所有人都一脸的激动和狂喜。震耳欲聋的盟主万岁在这片天地响起，在很多联盟成员的心中，萧炎是永远不会失败的。联盟总部不远处，柳飞向柳琴确定那道身影是萧炎后，他轻咬着红唇，神色有些复杂。而在联盟其他的一些地方，也同样有着不少熟悉的目光注视着天空上的萧炎。火幕外的魂族强者见到萧炎后，眼中瞬间涌上浓浓的惊骇之色。魂天帝站在雪莲之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他的脸色陡然狰狞，咆哮声在天空上轰隆隆的响起。为了达到今天这一步，他不知道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此时见到萧炎和他达到了相同的地步，他简直无法接受。要知道，萧炎在1年前还只是一个他随手就能捏死的蝼蚁。此刻，魂天帝心头的不平衡达到了顶点。萧炎冲着失态的魂天帝微微一笑，这天地间可不止他一人能够进入斗帝。萧炎原本漆黑的双眼中有着绚丽的光泽涌动，他的额头处有着一道呈现绚丽之色的火焰印记，隐隐间有一种特殊的波动从印记中扩散。在波动下，大地深处的岩浆流动速度都加快了不少。萧炎安静地站在天空上，浑身没有任何的斗气波动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消瘦的身体中蕴含着何等毁天灭地的力量。魂天帝从震惊中回过神，他细细打量了萧炎一番。你的身上有驼舍古地的味道。萧炎笑着说，自己侥幸得到了古地传承而已。魂天帝心头暴怒，该死的虚无吞炎。关于古地传承之事，虚无吞炎肯定知道，但却从来没有告诉过他。萧炎的目光在近乎支离破碎的大地上扫过，最后他手掌一探，一道绚丽的光芒落在重伤的竹坤身上。竹坤身上狰狞的伤口瞬间愈合，他庞大的身躯化为人形。萧炎让他先休息一会儿，他的声音相当平和，但竹坤却能感觉到几乎凌驾了天地的威压。他点点头，说他们来防御魂族大军，魂天帝就交给萧炎了。毕竟斗帝也只有斗帝才能够应付。萧炎笑着点点头，他看着下方死伤无数的人时，嘴角微抿。魂天帝冷笑一声，成王败寇可不讲究过程，今日便是他们决战之时。萧炎若是失败，他必会让联军鸡犬不留。萧炎淡淡的说，魂天帝若是败了，他也会对魂族赶尽杀绝。他对魂族早就恨之入骨，有机会的话，他绝不会做那种伪善之人。当杀则杀。魂天帝仰天大笑，今日就让他看看是他魂族亡还是联军灭。魂族强者在魂天帝的命令下后退千里，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本就不在他们这些小喽啰身上。萧炎，今日是本帝封地之时，你可要让本帝战个痛快，奉陪到底。萧炎眼中涌上点点火热，这一战将会是斗气大陆万年之内最巅峰的一战，不论成败都必将流传千古。两人气势对峙了半晌后，魂天帝猛地踏出一步，滔天的血海疯狂翻涌，直接化为数万丈庞大的雪浪。在这高达数万丈的雪浪之下，萧炎的身形渺小得如同蝼蚁。萧炎绚丽的双眼盯着雪浪，他嘴巴一动，火来！下方的大地轰隆隆地裂开一道巨大深渊，赤红的岩浆冲上天际，化为一道岩浆巨浪，和雪浪轰在一起。天地颤抖，雪雨夹杂着岩浆从天空倾泻而下。魂天帝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。萧炎如此轻易地就接下了他的攻击，那就说明他是真正的进入了那个境界，而非是依靠其他外物暂时进入。魂天帝脚踏雪莲，手指点向笼罩着中州的血色云层，雪云如同一个巨大的器官，剧烈地蠕动起来，而后狠狠向内收缩。雪云收缩时，天空崩塌而下，漆黑的空间裂缝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在天空上蔓延。无数道宛如山岳般大小的雪雷，以暴雨倾盆之势疯狂射向下方的萧炎。萧炎眼中闪过一抹凝重，这些雪雷之中蕴含着无穷的凶戾和怨气。若是被击中的话，凶怨入体，必然会导致神智被破坏。绚丽的火焰在萧炎身体外化为一道矗立天地般的火焰巨人。火焰巨人巨嘴一张，顿时天地寂静，一股绚丽到极点的火焰和无数的雪雷相撞，
整片大地在这种剧烈无比的能量波动下被撕裂出一道道巨大的裂缝。望着天空上你来我往的血雷火焰攻势，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。吓了一跳的雷莹问身旁的古元：萧炎和魂天帝谁的胜算更大？古元苦笑着摇摇头，他也是第一次见斗帝强者交手，到底谁能赢，他还真不好说。不过魂天帝毕竟是魂族族长，魂族以前也出现过斗帝强者，对于一些能力的运用，他恐怕要比萧炎略强一些。当然，萧炎获得了驼舍古帝的传承，说不定他也有着什么杀手锏。众人苦笑着点点头，继续紧张地在最佳观赏位看着这旷世大战。魂天帝望着丝毫不落下风的萧炎，一脸阴沉。这种僵持的战斗可不是他想看见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嘴巴一张，一股吸力暴涌，弥漫了整个中州天空的雪云尽数化为血光，被魂天帝一口吞噬。雪云被吞噬，温暖的阳光再度倾泻而下，久违的温暖让不少人都有些激动。而天空上的战斗方才刚刚进入白热化，吞噬了雪云的魂天帝化为一道高达数万丈的血色巨人，血光在他身体上飞快凝聚，化为一层血色铠甲。血色巨人将整片天空遮掩住。萧炎，我这血之地身，你又可能施展。魂天帝巨大的血瞳盯着萧炎，现在的他吞吐之间便有着风雷涌动。古元等人脸色巨变，同为远古种族，他们自然知道斗帝强者能够纳天地入体，举手投足之间能够震破苍穹，威力强大到可怕。这种庞大的身躯并非是能量所化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肉体身躯。不过还不等他们惊慌，天空上的萧炎却是仰天大笑。萧炎手印变换，大地再度裂开，无穷的岩浆化为滚滚红岩，尽数涌进萧炎的身体。萧炎的身躯飞快的膨胀，绚丽的火焰化为一条条火龙，盘旋在他周身。魂天帝夸完萧炎果然有些本事后，就笑着说：“他倒要看看他这血之地身和萧炎的炎之地身究竟孰强孰弱。”魂天帝大脚一跨，直接带着风云雷电，一拳对着萧炎轰出。天空顿时崩溃，无尽血气铺天盖地地冲着萧炎而去。萧炎冷哼一声，同样一拳挥出。血气和火龙相撞，那股可怕的劲风直接将下方诸多山峰震成粉末，无数人群急忙寻找庇护之地。天空上那两个巨无霸的战斗破坏力太惊人了，古元等人也连忙再度合力凝聚防御罩，再加上萧炎之前设置的火罩，他们这才没有被那可怕的劲风波及。萧炎和魂天帝高达万丈的身躯也都踏着虚空倒退几步，但两人刚退便又暴冲而出。他们的战斗就是强到极致的力量相撞，冲撞之间风云震动，雷霆闪烁，仿佛天地都在为他们的交战而颤抖。他们的交锋对中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巨大的裂缝深渊几乎要将中州一分为二，天空上的空间不断崩溃又不断被修复。他们两人的战斗持续了将近整整半日，轰隆隆的惊天响声传出了中州，在整个斗气大陆上回荡着。在又一次的惊天冲撞后，可怕的火焰风暴席卷，一道身影狠狠地砸落地面，将遥远处的山脉尽数压成深渊。望着坠落的魂天帝，古元等人顿时狂喜，竹坤更是一脸兴奋地说：“依靠丹药进入斗帝，果然算不得上乘。”众人喜笑颜开，心头的压抑也在此刻一扫而空。而魂族的强者却是惨然失色，他们很清楚，若是萧炎得胜，魂族将会面临何种结局。在他们心中慌乱时，深渊中的魂天帝再度冲天而起。萧炎压下体内翻腾的气血，看着开始力竭的魂天帝：“魂天帝，你的血之地身，看来可不如我这炎之地身。”魂天帝的脸色阴沉至极，在经过正面交手后，他就发现或许是他借助丹药之故，在气息悠长这方面，他竟然有些比不上萧炎。再加上萧炎的炎之地身有诸多异火相助，威力更是强横无比。相比之下，他的血之地身略有些逊色。再这样下去，落败的还真的会是他。而这种事是魂天帝绝对不允许的。魂天帝的目光扫过下方的中州大地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狰狞。他让萧炎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原本他不欲如此，但一切都是萧炎自找的。今日他要用整个中州来给他送葬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